迎收看关键时刻。台湾有监察院之乱，而美国现在是哈佛大学之乱。过去几周，你可以看到川普一直针对哈佛大学，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才知道，原来川普他有目的性的。这是《华尔街日报》他说，有第一海外党校之称的哈佛大学培养了多少中共的官员？好，这句话是代表什么？哈佛大学培育了多少中国的高官？而现在哈佛大学也明摆着跟川普直接来杠上。你看到哈佛大学已经创校近400年的历史当中，竟然第一位找了中国的女子，叫做蒋雨蓉，她是个毕业生，她是第一位站在毕业讲台上的中国女性。这个动作不言而喻。而在她在演讲的过程当中，她特别提到了一句话，她说她修的这个国际发展的课程，她说这个宗旨叫做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这句话有一种既视感，哪里是有听过？没有错，这是习近平之前在2013年3月的时候讲过的。他说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甚至还把它编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章程里面。世界上哪有这么巧的事情？施总，所以现在感觉是什么？哈佛大学真的变党校了吗？真的变成赤化了吗？而且这不单单只是我在讲哦，来导播我们看。这个是中国的官员哦，他们怎么形容？他说，中国官员说哈佛大学为境外最顶级的党校，等于是什么？现在连中国高官都承认，就是他孕育我们的。对，没错。最近一段时间来，这个川普跟哈佛杠上了。为什么？他就说了，你哈佛用了那么多这个外籍学生，用了那么多外国人，我要砍你的相关的预算。他目前为止已经因为美国政府每一年拨款给哈佛大概数十亿美金，他就说，那我要给你减少一个状况。结果呢，因为中国的问题这个哈佛跟这个川普杠上了，结果没想到，哈佛在今年的大学生的毕业典礼上面来说话，400年来，他居然就请了一个中国女生在毕业讲台上面讲演讲感言，直接呛川普。所以呢，他是直接跟你不演了，就直接跟你呛。你说我们那么多中国学生，那么多外籍学生，我就跟你这个请个中国女生来这边演讲。好，那讲事实上，这个目前为止，《华尔街日报》都报道，我们那《华尔街日报》其实是比较偏民主党他就说，你看有第一海外党校之称的哈佛大学，到底培养了多少中国官员？你看，连《华尔街日报》都这样说。他说呢，你这个所谓哈佛大学是变成是中国的很多官员的摇篮所在啊。所以呢，事实上，这个川普会杠上哈佛，其实在中美的这个贸易大战或是中美的这个对抗之下，其实其来有自。可是哈佛现在也不演了，就直接请一个蒋雨蓉，那你来演讲，来讲这个你自己的毕业感言的一个状况。而且在这个毕业感里面，你看到他说什么？他说蒋雨蓉是第375届毕业典礼上发表主题叫做“我们的人生”，而且什么？除了我刚刚跟大家讲到它里面的言论之外，还特别穿上了中国传统的服饰。是没错，就是这位叫蒋雨蓉。蒋雨蓉，我们先跟他讲，他在青岛出生，然后后来呢，这个一路念书之后，他后来还曾经到这个瑞信去实习，后来到这个哈佛去念书。那因为他成绩不错，所以代表这一次的哈佛的毕业生演讲。那你看演讲之后，你看他还穿着这个传统服饰传统服饰就很像中国的传统服饰。那还讲了什么？我们的人性 ，our humanity 的演讲。那他的演讲来说，现在已经引起了这个全世界在关心。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川普跟中国就不搭嘎，你还请个中国，而且还穿那个中国的服饰来讲这个我们的人性。然后说什么？他最后讲的是什么？我在哈佛选的是国际发展，那课程的这个设立真是基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这个美好的愿景啊！好，他讲什么？他一开始就说什么？我去年呢，在这个我去年在内蒙古的时候呢，然后就接到了这个来自坦桑尼亚的电话。那坦桑尼亚的电话是说有2个，一个是泰国学生，一个是印度人呢，用英文跟我沟通说，我们在坦桑尼亚买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电器里面来说的话，为什么不能够用？他表达意思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的意思啊。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用的是中国的这个洗衣机。对，虽然某些程度他其实在置入很多中国的这个想法嘛。如果你仔细听话，他就是在跟川普呛虾嘛。所以呢，他讲这些话，川普越听越生气，当然会很生气嘛。那尤其他讲的这个人类命运休戚与共这几个字来说话，为什么？你看，因为中国共产党里面来说话，习近平曾经有提过一个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这2个有什么不一样？人类命运休戚与共跟人类命运共同体2个说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一样啊，他是在这个演讲过程，他致敬了习近平。对，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为什么他的演讲出来之后，反而让很多这个美国人就觉得说，原本美国人还觉得说，这个哈佛你这个川普杠上哈佛有点不太对啊，就没想到因为这个蒋宇荣讲法之后呢，就没想到很多美国人就说，好像川普讲的还是真的啊。所以呢，你看，所以我就讲嘛，《华尔街日报》就这样讲了嘛，他就说哈佛大学培训了大量的中国官员，被戏称为叫做中国的海外党校嘛，就这样一个状况嘛。他就说什么？因为中国不断的派官员啊，你看他还做了这样一个图嘛，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这个国旗，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哈佛的这个校徽，那不是就是哈佛的校徽，哈佛大学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校，而且这是中国官员觉得最顶级的境外党校。对，没错。好，那还爱说什么？这是中国的解放日报，他在2014年发表了一个评论，他说，如果要为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党校排名的话，美国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绝对名列榜首，实至名归。官媒耶，对，他如此称赞哈佛大学，所以你就知道市场为什么这样？我先跟他讲，实际上哈佛大学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海外的这个捐款，对。那海外的捐款来说，到底它有多少来自海外的捐款？目前为止不明。那川普常要求说，那你至少你这个海外捐款要给我明朗化，但是问题是哈佛大学不听你嘛。好，那为什么我们就说为什么是海外党校？我们先跟大家讲，中国有多少官员是念哈佛大学的？第一个。李元朝的话，他曾经在2013年到2018年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所以等于是中国当时的政界的第2号人物。对，那他在2002年的时候参加哈佛甘乃迪政府学院的中阶官员的培训计划。所以国家的副主席担任过这个在哈佛念过书。另外一个，我们知道之前在美国这个川普总统在谈贸易谈判的刘鹤他也是一样，他在1995年在哈佛甘乃迪学院取得公共管理硕士的学位，所以他也是哈佛的。那另外一个还有谁？现在目前为止参加这个李鸿忠来说，他是前一届的这个中央政治局的这个委员，他在1999年参加哈佛大学提供了短期培训的课程，所以呢，3个都是高官对，他们都一个国家主席，一个是副总理，然后另外一个是当到这个天津市的市委书记，3个都是你看都是哈佛大学毕业。那我们不用讲，我们来讲几个，习近平的女儿啊，习明哲啊。他就是哈佛大学毕业了，对，所以连他女儿也是哈佛大学。另外还有谁？还有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都是啊，也是哈佛的。然后还有谁？还有包括说前中国共产党江泽民的孙子叫江志成，他也是啊。所以这个江志成是中国前一代领导人呢，他是这样。然后习近平的女儿也是，然后还有薄瓜瓜，这个薄熙来曾经跟习近平要互斗，对，他们都是。所以等于是你就知道说其实。到底这个所谓的中国海外党校这个名字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看起来真的是真的。好，那我就跟他讲，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说真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有一个叫中国发展领袖计划，它在2001年启动。好，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我先跟他讲，到底哈佛怎么跟这个中国会扯上关系？主要是因为1979年的时候，当时的时候，邓小平不是去访问美国吗？去访问美国的时候，当时这个跟卡特总统说，我们现在要改革开放，我们需要有更多美国的 know how。于是呢，这个哈佛大学就在1980年代就开始有一个叫做甘乃迪学院，就开始接收来自中国的学生。对，所以很多中国学生就开始到这个美国去念书。好，那问题是你要有给他钱吗？我跟他讲，这个中国怎么给他钱？主要2个管道，一个管道是用这所谓的，我们知道过去有一个叫保利集团。保利集团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军工产业。那军工产业的钱呢，就开始流到这个所谓的哈佛这个甘乃迪学院里面，所以等于是保利集团呢给钱给这个所谓的哈佛，那哈佛就有钱嘛。那后来这几年是谁？我们刚才不是讲到江志成不是有念这个江泽民的孙子不是有念这个哈佛吗？好，那是谁？有一个叫做萧建华的。萧建华给他钱，所以等于是说，事实上有2股势力给他非常多的钱之后呢，让他们这2股钱就流到这个哈佛大学，所以哈佛大学才愿意任用那么多中国人啊。而且最夸张的就是这一张图，你看出来哈佛的对，官方网站直接讲很白这就是专门给中共官员的一个培训班，没错，专门设定的。对，他就在2000年之后就设立这个所谓中国发展这个领袖的这个新计划嘛，就这个计划，那 Chinese Leadership in Development Program 就这样嘛，就这样中国的这个发展计划，然后他有说为期这个他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员可以分别在哈佛大学，还有北京的这个清华大学，各接受为期1周的高阶主管的培训，借此拓展视野，还有强化领导能力。好，那到底上什么课？我跟大家讲，你看
必修这个他们主要有这个公共政策的这个硕士，还有国际发展的公共管理硕士，这2个哈。然后另外你看。必修的核心就包括说，你看资源、激励与选择1，然后市场跟市场适应，这其实是什么？这其实是讲这个经济学，然后什么定量分析跟验证方法，这是主要以西方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政策的这个设计还有制定，然后谈判分析与实务基础。那这个可能刘贺之前有学到。那念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你知道，事实上你看，我们刚才不是讲李元朝不是当过这个国家副主席吗？他就曾经怎样？因为他当时在2000年不是有去念书吗？他就说，因为他后来回到这个中国的时候，担任所谓南京市委书记的时候，当时就碰上一个叫做食物中毒事件。说当时一个很有名，叫做南京汤山的投毒案，对，死很多人。当时大概死了这个可能有上百人要危及性命。就他就说，你看。我在这个及时抢救超过200个人性命，而且在36小时就抓到这个嫌犯，然后获得当地民众还有中国中央政府的高度肯定。他向哈佛表达感谢。当时我们站在这个时候，我要特别说一句，谢谢你哈佛。我救那么多人，我第一个要谢谢是哈佛。所以就是因为哈佛有可能有教他说，政府失灵的时候，或者怎么去管制这些东西，他有这样学。好，那还有谁？李书磊也是。李书磊来说，他其实有叫中国的第一个政治神童。为什么？因为他很年轻就担任这个中央政治局的这个委员。那他事实上是习近平的提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士。他也是念过这个哈佛的这个大学。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有没有听过《修习彼得陷阱》的这本书？那这本书的他们的这个写的书叫 Ellison， 那 Ellison 来说呢，他也去访问过这个中国，所以你看，事实上他是哈佛的这个教授，所以你看哈佛的很多人啊，很多教授跟中国的关系都非常非常好嘛，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这个尊称他是一个党校。而且刚刚他可以直接见到习近平跟王毅，对，他们已经麻吉到这样了，所以我就跟你说嘛，直接通到最高了。哈佛的很多大学，像之前的这个美国不是破获千人计划，对，千人计划里面就有哈佛的这个化学系的教授，就是准备要跟这个把很多那个 know how 给这个中国嘛，所以事实上。哈佛大学在这个美国的调查里面是劣迹斑斑，而且还不是只有这样哦。我们刚才讲的是美国 FBI 或者 CIA 的调查，那你看美国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管理委员会这个写给哈佛，他就说呢，他们这个写给哈佛的信里面来说，就讲说你有很多令人不安的伙伴关系还有活动，他点名了，这是美国这个众议院的中国问题委员会的调查，他说什么？你有什么？哈佛大学多次培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跟中国相关大学建立的研究伙伴关系，包括清华大学啦、浙江大学啦、华中科技大学，然后利用美国国防部的资金啊，展开这些相关的这个状况啊，然后还有这个中国强摘器官什么，很多都是哈佛资助的，那甚至还有这个跟伊朗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合作啊，所以等于他点的非常多，然后他还讲说，你跟中国的合作来说，获取了巨额的这个捐款资金啊，他说只有香港房地产叫做陈启宗呢，透过家族成员，2014年就捐了3.5亿港币，而且我刚才不是3.5亿美金，我刚才就讲不止嘛，还有保利啦，还有这个肖建华一大堆流进去，所以呢流进去的时候就变成是很多资金嘛，甚至你看有一个有人就点名叫哈佛的这个中国健康伙伴关系的这个，他们到这个新疆去这个建设兵团去讲很多话的时候，你看这些名字完全都被 mark 起来。等一下，这什么意思啊？这边标题都已经写了哦，来导播我们看，是，这里面名字完全都不见了，这个叫什么？他们怕见光死，是会出大事的。所以呢，他们要尽量说，我们没有跟这个中国有这个关系的这个状况。好，另外一个是什么？美国的这个国土安全部也说了，你看中共已经渗透到美国，那保卫国土是我们的职责。那川普总统向我发出的这项指令，除非他们就中国留学生改正行为，所以否则不让他们参加留学生的计划。也就是说，未来可能会把这个中国留学生呢，这个按照这个卢比欧的说法，是把他全部驱逐出境嘛。美国的教育单位、司法单位、卫生单位、国安等6大单位同时调查哈佛大学。所以的话，他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川普总统的猎杀哈佛来说，事实上是等于是中国的美国的这个全部的这个单位都在执行这样一个状况。那但是呢，我就讲。那哈佛为什么要让蒋宇荣出来演讲呢？我跟他讲，事实上前一阵子哈佛大学有出版一个叫做《哈佛深红报》，然后里面来说，因为当时的这个川普不是批评这个哈佛嘛，所以说你不能够有那么多的外国学生，就那180名的哈佛的甘乃迪学生呢，就要求的这个贾博，就是哈佛大学校长，说你要拒绝啊！你看他们就说你要斥责这个川普的这个要求啊，对不对？然后就说。对于你们啦，然后这个机构的领导人，我们要说不要投降啊，就是说我们哈佛千万不能投降。所以呢，事实上这一次，这个所谓贾博他就说什么
2025届的这个毕业生来自街坊，全国各地，而且世界各地，来自世界各地，本应如此。所以等于是他还是继续在说，我们就是要来全世界。对，川普不要全世界，我们还是要全世界。目前为止，这一届的毕业生来说的话，大概涵盖大学部来说，外国学生大概占27%。然后呢，2024年的时候呢，注册的国际学生来说，中国大概占1/5。他这一次让蒋宇荣出来演讲，就告诉你一件事：川普，这个哈佛绝对不会投降。所以看起来的话，我们美国的最高学府跟美国最高权力的这个领导人的2个人的抗争，接下来还有好戏可以期待。辉正，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川普之前对于苹果的打压。最后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苹果的供应链帮了中国非常多。这一次，川普对于哈佛打压也是代表什么？你根本中国把这个哈佛当成你自己的党校过来看呢、这2个讯息都是美国川普这边刻意丢了出来。为什么要特意丢了出来？跟中国要做一个切割，因为他知道中国现在内部一团乱，尤其我们谈过非常多次，4中全会快要到了，习近平如坐针毡，里面有一股特殊的力量，大家斗来斗去。其中今天有一个人物非常关键，来我们看这人是谁？他是非常有名，他叫孙立。孙立他之前还是解放军的哦，还是之前所谓义工队的人哦。结果现在他怎么样？他不想待在中国，他脚底抹油跑去英国。赶快跑得比谁都快！是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就是孙俪她演了非常多，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连续剧哦。那其中最为大家所知道，应该就是《甄嬛传》，里面还叫一个珍妃哦。那现在这个珍妃还真的飞了，你知道吧？就是离开，已经真的飞了，已经竟然现在传出来他们举家可能就是要移民到英国去哦。那主要是原因呢，就是说，她从去年开始好像这是她老公邓超，他们从去年开始就好像已经久居在英国，而且还参观了剑桥大学哦。那看起来是像为了他孩子未来的念书来进行一个就是考察。另外就是呢，他们事实上人家就开始爬树从2014年开始他们2个事实上都有香港的一个身份。他在5月初的时候有几张照片，就是他坐在这一个伦敦塔桥旁边的一个水池的照片那很有趣的是，右边的是他最新的就孙俪的照片，左边的是什么？是他12岁的时候，年幼的时候参加，就是他们以一个类似那个表演团来到英国表演时当时的一个画面。那最右边的那个是什么？也就是别人捕捉到孙俪他好像是陪同他的女儿一个叫小花去参加当地英国的一个国际拉丁舞标准舞的一个比赛，他女儿勇夺冠军那他整个一个记录的过程，所以人就说，这个应该就是他女儿的一个比赛的情况所以人就说哇。原来有这个珍妃，还真的，所以你真的如那个《甄嬛传》里面的珍妃一样，哇，布局很久所以到目前为止，人家就说，这个孙俪，你当时从这个光是2017年到2020年这3-4年间赚了多少钱？赚了14亿，也相当于我们新台币大概63亿，还有再加上你老公2个人加起来是100亿身价。传出他买了肯辛顿区的一个房子，那房子你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漂亮，而且这个地方是富人区多美啊，非常好。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一栋大概都2亿起跳，你看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那个整个学区或各方面看起来应该也是非常高档的一个富人，就像你刚刚讲的富人区治安非常好，然后最著名的就是当然肯辛顿皇家公园所以人家心想说哇。所以怎么样，在我们中国把钱捞了，把钱挣了，脚底抹油，全家就这样移居到英国去了，是吧？所以这对很多的一个就是观众是心里不舒服的。除此之外，他自己本身身份，他有共产党党籍所以人家现在开始爬出来，就说如果连孙俪这种根正苗红，而且是在中国培育的人才赚这么多钱。都能跑的话，那你说现在中国到底出了什么大问题？你看，这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他5岁的时候被送到上海市的少年宫学习舞蹈。他是铁实的、实实在在的解放军是他11岁的时候代表上海东方小伙伴艺术团出访过英国、美国跟日本15岁考上了上海警备区的战士一个这艺文队啦，就是跟我们御风一样是第1名的文艺兵18岁的时候代表的。部队参加全国的舞蹈大赛获金奖荣立2等功
那他曾经说过什么？没有军营的训练就没有现在的我啊，部队的生活磨练了我。然后你看42岁的时候，还跟他当时一起在那个里面受教育的这一些的小伙伴那个欢聚，他还负责放了这种星星上去，多么爱国啊！是，所以你就知道，其实如果说连这样子党培育出来的人，党栽培出来的人，党让他富裕的人，现在如果脚底都抹油，知道大家都知道说，那你中国出了什么问题哦？确实哦，你看这个中国政府在5月12号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里面就提到什么呢？就是国家安全战略啊，什么样的战略呢？如果政治安全得不到保障，中国必然会陷入4分5裂、一盘散沙。简单来讲，就是要确立整个中国还是一样，就是由这个中国的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所以呢，就代表着你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在强调什么，就代表你现在缺了什么。所以是不是现在中国的政治得不到安全，所以现在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廷伟，我们这样一路这样看下来，现在中国内部真的是用一团乱来形容吗？刚刚慧珍有特别提到这个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里面的第3点特别重要。来，导播我们看，他说坚持把政治安全，我再讲一次，政治安全摆在首位。而且他说，如果你今天得不到这个保障的话，中国必然会陷入4分5裂、一盘散沙的局面。他在打什么？类似一个强心针或是预防针的概念，跟大家讲，你们不要再乱了，不要再急了。政治安全就是所谓的忠诚嘛。那忠诚是对谁忠诚？当然对习近平忠诚。对，所以你看到他开始不管是他们旧属也好，或是所谓的新的这个他提拔的这些将领们，只要你有不忠诚的，我基本上就把你去除掉。对。那刚刚提到的那些，不管是解放军的，你看过往的像类似我们家义工队的概念来讲的话，不要小看了，在以前习近平的老婆彭丽媛，她也是这个义工队出身的。对。那到底来讲的话，他现在也进入军委会啊，所以你看到他夫妇2个人是军权一把抓啊，所以很多人认为说他老婆凭什么，彭丽媛凭什么进到军委会担任这个委员啊？所以今天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他察觉到。假设如果说政治上不忠诚来讲的话，就有可能结党结派，有可能为什么？这习近平现在来讲的话，他集权在身嘛，所以他就会非常担心说人家把他搞掉。所以底下人只要你有团团伙伙，只要你有结党营私，基本上我就把你除掉。对。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一次香格里拉会议很有趣为什么呢？前面几年来讲的话，你看到从魏凤和国防部长到李尚福国防部长到董军，事实上董军是在拜登的最后1年的时候也去了，所以这里看到都是国防部长去，但是今年来讲的话，他派一个国防大学的解放军国防大学的一个少将，对，到了香格里拉会议，他目的在干嘛？今天来讲，川普上台了，汉克塞斯到了现场去。然后呢，我故意派了一个少将去，难道中国不想跟美国对话吗？难道中国不想用这个平台为他自己讲话吗？如果你今天美国国防部长那边骂你的话，你当然就给国防部长那边我就把呛回去，对，不是刚刚好吗？对。结果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说真的魏凤和也好，李尚福也好，现在不是不见了吗？对，不见了，为什么呢？是不是跟美国有接触？你跟美国接触，是不是运用这个场合？如果美国国防部长要说，你不要这样子啊，到我们这边来啊，然后怎么样？这不就是犯了大忌了吗？哇，那很容易出事耶。所以现在来讲，他们能够不出国就不要出国。你不出国的话，你看官位就不见了，不要接触，我还有一条命在。是啊，所以今年来讲没看到董军的不是吗？对。然后只派一个少将这个少将回去可能也惨了。为什么？要测谎，可能要开始要看有没有这个被外国吸收、被美国吸收。所以今天来讲的话。这个香格里拉会议看起来表面上是一个所谓的各国的国防部长那边对话没有错，但是对中国代表团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啊！你知道危险职业，你到出国去了，这个以前你知道他们规定大学教授1年不能出国2次。对，你出国2次，超过2次以上，你不知道是干什么。所以今天来讲的话，很多都是因为这样子叛变的，可能就因为这跟外国接触了。所以今天说什么哈佛大学，当然没有错了。哈佛大学本身来讲的话，里面培育了非常多的这个中国的政府官员没有错，但是同时间呢，也是美国运用来策反的一个对象。所以今天来讲，双方来讲心知肚明你利用我，我利用你一样。今天你去看南京大学一样，南京大学里面还有一个中美这个文化研究中心，对，里面也是一堆美国人跑到南京大学去学中文，所以大家也是未来。就互相来互相去而已，只是说基本上来讲的话，看是谁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收买、被渗透嘛。
所以今天关键不在这里，因为你看川普后来是讲了一句话，我们真的来替川普来这个平反一下。他说不补助哈佛大学，其实说真的，哈佛大学需要你补助吗？哈佛大学说真的，把这些有钱人抓一抓，这个基本上来讲就可以，学校就有钱要死了。那基本上。川普要做的事情是把那一部分的补助的钱，补助常春藤的学校这些钱移到中西部的那些红州啊，就是共和党他们支持那些大学去给那些用啊。所以你看，执政的目的在干嘛？执政目的就是把自己的有钱这个自己支持者把他养肥嘛，养好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川普说真的，他处理哈佛大学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点像声东击西的概念。除了要处理中国的这个间谍问题之外，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要把那个钱拉到拉到美国自己共和党支持的州。所以有时候要从美国的内政来看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许会比较清楚一点。宇轩，今天还有一件事情是震惊了国际，这是乌克兰的蜘蛛网行动，尤其中俄两国整个吓傻。你怎么会有这种技术？你怎么会有这种能耐？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情报？这一炸下去，多点击发已经削减了34%的俄罗斯的战略飞弹投射仪之外，70亿美元的这些战略资产通通都没了。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现在乌克兰已经变这么强了吗？巴照啊！川普那时候还跟泽伦斯基讲说 "You have no car" 结果现在泽伦斯基跟你讲我有黑桃 H 还有5张，为什么？我只是没让你知道而已啊！因为现在这个所引爆的每一个地点，第一个可怕的事情在哪里？它竟然都是在俄罗斯境内，比如照我一个一个数给你听：奥莱尼亚 ，OK， 侦察基地；别拉雅。伊万诺沃，然后呢，加吉列沃，甚至是北莫尔斯科，这个北莫尔斯科还是很北边哦，跨整个俄罗斯的国土，横跨了。对，它是把整个俄罗斯国土，然后异地突然间开始爆发，这是最可怕的第一件事情。这第二件事情可怕在哪里？它不是从乌克兰，也不是从基辅派无人机那边狠狠越过，不是哦，赵尔。总共距离有2000公里到4000公里，你哪一台无人机可以飞那么远？对，不可能。所以呢，它是早就潜伏在里面了。但问题是，你怎么会整个俄罗斯全境都被乌克兰潜伏了？所以他们觉得这太可怕，真的是蜘蛛网还蓝色蜘蛛网你整个被网罗结果他说好，他的做法是这样子。首先你看到那个爆炸的画面，你会看到这是机场，对不对？这全部都无人机视角。然后有些飞机呢已经被它撞到了它都会撞它的核心的，比如说机翼啊，甚至机舱。然后你看到它现在慢慢飞，低空飞，然后瞄准一台轰炸机，比如说图22或者是图95的时候，就直接往下钻下去，然后把整个这个炸毁。而且它都是这种战略型的这种巡弋飞弹的飞机跟轰炸机，我们全部都把它轰炸完，而且炸完之后，你知道吗？高歌离席。完全抓不到人，就跑了。对，那你看到现在全部都是他们在俄罗斯境内异地一个发生的，而且有些都是距离乌克兰2000公里、4000公里，爆炸规模都非常大。结果后来才发现说炸了，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吗？我跟你讲，木马屠城。木马屠城。对。最后呢，他根本不是说这个飞机飞进去，他说我先在你在地我先租一台箱型车，租一台呢货卡车，就是画面当中这种这种小台的这种车子，对，看起来平淡无奇，你根本不会想到里面的是大型的杀伤工具。然后呢，这些车子呢，它都会先在比如说开到工厂里面，对，然后在工厂里面把这些无人机组装完之后再塞进去，之后呢，他们就一直探勘，里面都是无人机呢。对，你知道吗？它这个无人机有一台一台的，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它叫蜘蛛网计划了？对 ，OK， 因为它每一台无人机都长得很像蜘蛛，很像一只一只的 spider， 有没有？很大只。那这些蜘蛛呢，全部我们讲了，把它层层堆叠，架构好之后呢，把它全部塞到这个车厢里面。我先把车子选定好时间之后，开到你机场那边，然后我就停在那边，然后车厢打开之后，一台就开始飞。它搞不好挑你交班的时候，挑你的防守空洞的时候，然后就开始撞完之后呢，然后马上呢，你就想说，喂，那宇轩，那有没有人被抓到啊？那个好奇心，我跟你讲，没有人被抓到，没有人被抓到吗？对，因为撞完之后，第一个驾驶就人不知道跑哪里去。对，然后这台车厢里面是不是满满无人机，全部都飞出去？像你看到了一台一台这样撞上去嘛。然后撞完之后呢，不好意思这一台车它会启动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叫什么？自毁机制。还有自毁机制，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它在启动自毁机制之前它早就已经有没有来图22、图95，它都把你飞机场里面有什么图，我都已经掌握清清楚楚，所以我连进去要打击对象是谁，你的交班时间，以及我出来之后我要怎么闪，全部都安排得仔细。有到这么细，包括你飞机的机型、你的停机时间、你起飞的时间，
全盘都掌握了。对，而且你根本无法追溯为什么。来，你看啊，这台车就这样直接烧给你看。他们讲这车是租来的哦，所以代表说他来就是被抬。就我来的时候我就而且直接爆炸，吓死你看了。原本有一个人还想说，对我还过去看一下有没有，然后走一走，不，吓一跳，这整个丢姐，因为他发现不是只爆一次而已，一次两次，整台车就炸了，我们讲面目全非，对，让你根本没有办法溯源，说我里面装了什么，还有我的给息是什么。这个是他组装的这个地方，对不对？距离6公里的地方，竟然是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的这个所谓的地区总部哦，6公里代表什么？宇轩刚刚讲了，包括我把车开来这个地方，包括我在这边组装，我就是在你俄罗斯的这种国家安全局的联邦安全局的眼皮底下，你拿我没辙。这个叫灯下黑，对不对？我离越危险越靠近的地方越安全。那你想想看啊，我不相信说乌克兰这次发动行动之后呢，就只有这些人，肯定在俄罗斯境内还有潜伏。那如果这些境内都有潜伏，请问一下莫斯科他可不可以潜伏？你哪知道，对不对？他所有重要军事基地，包括照我刚才讲的嘛，连这个我们讲的安全局的地方、联邦安全局的地方都有，而且呢还防止溯源，那很显而易见的啊。搞不好只是泽伦斯基没跟你讲，我的卡片。还有更多游戏。My car is in Russia， 我的卡片都在俄罗斯里面，只是你不知道嘛。我想打出来就打出来，所以他这是在呼应川普先前所讲过那句话嘛。因为你看啊，他这几个很多地点都是战略要地，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第5个很重要的这个是什么？北莫尔斯科。那北莫尔斯科这是什么呢？这是核潜舰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对，那照了完全没有影像哦，就突然间发动这么大的浓烟。我跟你讲，会掀起这么大的浓烟哦，只代表出了一件大事，肯定是有很重要的这种战略型的物资啊，或者是军械啊，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它浓烟才会这么大，甚至是工厂呢遭到摧毁才这么大。所以你想想看哦，连这种核潜舰的地方，所以它这个都是有挑过的标的。轰炸也好，甚至是呢你海底下呢进行我们讲威慑的单位也好，甚至什么连桥梁都不放过。对，因为他们发现了西部啊，这个我们讲的布良斯克州啊，这个维戈尼奇基突然间发生一个状况，就是说火车呢开，对不对？然后突然间上面的桥一样被炸裂，就炸裂之后那个桥很巧哦，刚好砸到那个火车，所以造成呢我们讲将近快要我们讲7人的死亡，然后好多人30几个人受伤，包括火车下都受伤，所以它这是拦断你的交通横向的网络。所以你看啊，到现在整个我们讲泽伦斯基就直接讲，他说我跟你讲啊，世人。我跟你讲啊，川普，他是这个回应性的动作嘛，所以代表我的底牌其实还有。你一直跟我讲说叫我投降，说我剩6个月，说为了和平，但事实上呢，证明他们就是外界现在封说什么，他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我们讲无人机之王。那照我就问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6月2号他们即将要谈判，对，但是在谈判的前几天，他特别进行这样的秀肌肉跟展示，他想要说明的是什么？说明的是你不要俄罗斯跟美国一直觉得我是羔羊，我是呢待宰的鱼肉，这个鱼随时有可能会问你鱼肉好不好吃，反咬你一口。国民，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乌克兰这次无人机这个所谓的蜘蛛这么凶悍，而且你看到哦，他们是用 AI 无人机精准命中了所有的地方。你看到这一张是他们预先想说，我要炸飞机的话，我要炸你哪里？往7亿这个地方炸。然后呢，导播我们再看那个画面。他在实战的时候呢，他真的是瞄准了这个画面下去，而且就是精准的这样炸到，完美的炸到。我心想，现在乌克兰科技有这么好，有这么厉害吗？我们要这样来看，其实我们刚刚补充一下，刚才不是说，这些乌克兰的卡车呢停在什么 FSB 的一些不远的地方哦。那其实联邦安全局以前有个名称响叮当，它叫 KGB， 对，我就前身就是 KGB 啊。就说你怎么会有一个卡车停在 KGB 的旁边，然后说不知道，这不管了。就说大家会觉得说乌克兰的这次行动怎么好像跟电影一样演得一模一样？说真的，它有那么神兵利器吗？它有那么威吗？那我们就讲一个问题，就是说好，这4个基地跟5个基地分别位在距离乌克兰500公里、500公里、700公里、2000公里跟4000公里这4个基地。同一时间，你要算准说哪一个基地停留的轰炸机最多？你平常的数据是怎么来的？是靠天上的卫星给你的吗？还是说你去靠我们叫所谓的2监，还是说乌克兰的情报局去做人力的渗透，然后去研判说统计出来说原来呢6月2号呢会停留这么多的轰炸机。好，现在的资讯有了之后呢，汇整之后，我们想说，乌
乌克兰的情报局，你的情报哪里来的？是美国帮你的，还是你派人力去调查的？先不管哈，我们再看说乌克兰自己的努力哦。乌克兰其实它有能力造这些无人机哦。那无人机送到之后呢，其实它可以分配。好，你这么多这4辆卡车，说真的，它能载的无人机，说真的其实不算很多。对，那不算很多了，其实它还可以算说，我预计说这个基地呢可能有10架轰炸机，那我1架轰炸机可能要分配2架无人机哦。那无人机的话，其实它的撞击力道，说真的，它的撞击力道其实说真的破坏力不是很大，那就要算了啊。那你是要撞击发动机呢，还是要撞击弹仓，都可以算。我们可以看到画面说，原来呢这些无人机可以达成这么效果，这个叫所谓的战场评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一架无人机先撞击之后呢，看看如果说效果不好，后面的1架再补撞或补追击一次，还有第2架、第3架跟在后面，这个以前叫战场评估了。那以前美国空军的做法是说轰炸之后呢，派遣侦察机看看有没有效果，没有效果再后续的轰炸机载。现在不用，现在是第1架无人机炸完之后效果不好，第2架再炸，第3架再炸，这个是现代化的模式。那其实无人机的发展其实不只是乌克兰，俄罗斯本身就做得很好。我们在这次的兰卡威航中看到说，俄罗斯的扎拿这个公司呢出产叫柳叶刀无人机，柳叶刀无人机说的很威我们可以从它的阅历中看到说原来呢这个是你去了这些所谓国家的这种国防展，你特别拿回来的，特别拿回来。而这个里面是什么？这里面是俄罗斯在跟西方人讲说，我们的军武非常强，而且我的无人机、我的武器可以把你们这种西方国家通通都炸毁。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阅历你可以看到原来呢俄罗斯呢是用柳叶刀无人机去炸什么？去炸盟军的前进机场这个是捷运的机场。那我们看后面这2张更威你可以看到说他要去炸什么？他要去炸这个是什么？海马式海马式火箭飞弹发射，海马式火箭发射，就是说俄罗斯呢早就想到说呢，他要用这个柳叶刀无人机去炸你的海马式火箭发射车。所以他的2025的军武展原本是要去炫耀这些军武实力，结果这一次乌克兰轰的比谁都大力，没想到完全都被打脸了。对，没想到几天之后呢，居然是由乌克兰所实现的。那我们会想说，这个黑科技跟神秘科技呢，到底是谁给你的？是你乌克兰的自立自强，还是背后有暗黑势力来帮助？我们继续说了，看到这个画面，这画面明明就是俄国早就有这种货柜型无人机了。人家也早就在用了，然后你现在这些东西被乌克兰炸得稀巴烂了。对，其实我们必须说其实俄罗斯呢，在应该说苏联在冷战时期发展一大堆神兵利器，真的是神兵利器但是后续呢，其实都没有落实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这次呢，乌克兰的军方呢，透过很简单的无人机呢，用这种不对称的作战来展现出说它的战场威力。没想到说40年前苏联发明的武器，居然是由乌克兰来实践。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